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发深夜微博感慨，一路走来真不容易，来之不易的工作要珍惜。杨紫出身童星，在娱乐圈的发展可以说是比较顺利的。2002年出演小庄秘史，可爱的外表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。2004年主演青春校园喜剧《少女日记》，获得铜牛奖最佳童星提名，在同时期童星中已是佼佼者。同年，她出演的《家有儿女》轰动全国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家庭喜剧之一。她还凭借小雪这个角色成为了国民闺女。成年之后，杨紫的星途一直很稳定。2014年主演战争题材偶像剧《长沙之战》，在剧中饰演胡香香，在战乱中从一个出身名门的女儿慢慢蜕变，成长为一名战地护士。剧中，杨紫从青春少女成长为中年女性，表现可谓惊艳。无论是少女的天真活泼，还是中年女人的成熟沧桑，她都完美诠释。这部剧也让她实现了从童星到小演员的蜕变。此后，她转战都市电视剧。2016年，她在《欢乐颂》中饰演邱莹莹一角，也给观众带来了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剧中的邱莹莹是一个典型的出身于好家庭的普通女孩，她是无辜的和鲁莽的。进入职场后，她暴露了很多缺点，但同时也有热血，是一个有争议的角色。这个角色虽然不如胡香香讨人喜欢，但展现了杨紫良好的塑造能力，是她拓宽演艺事业的重要标志。通过《家有儿女》走红后，杨紫立志走上演艺之路，但在接受采访时，她透露宋丹丹老师早年给她泼了一桶冷水。宋丹丹曾经说过，要想在演艺圈出名，颜值很重要，但是杨紫的颜值并不是很突出。当时宋丹丹很认真地劝杨紫说：“丫头，不要再留在娱乐圈了，我们不合适。”这段话让杨紫深有感触，让她明白了娱乐圈的现实和残酷。但出于对演戏的热爱，她最终还是决定坚持下去。2012年之后，杨紫一直保持着每年2到4部电视剧的频率，同时还有各种电影、综艺等演出活动，工作量非常大。今年26岁的杨紫，从1999年跟随进入演艺圈，到现在已经20年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经历了很多蜕变，一次次改变了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，拓宽了她的演艺事业，这一切都需要努力才能获得。深夜被踢出《家有儿女》剧组，杨紫怎么了？当年拍《家有儿女》的时候，导演半夜突然敲响杨紫的门，对她说：“换了角色，快走。”杨紫当时愣住了，导演还想催她走，母女俩边走边哭。1998年，随着《还珠格格》的热播，杨紫开始表现出对演戏的热爱。那时，杨紫才6岁。回想起儿时的日子，杨紫记忆犹新。那个时候，我喜欢模仿，喜欢小燕子。父亲见女儿这么喜欢演戏，也想尽办法帮她圆梦。一有空，他就会去影视城把杨紫的资料发给导演们。结果，他真的奏效了。很快，那么出山剧组就找到了杨紫。虽然这部剧的戏份不多，但她终于如愿以偿。后来，10岁的杨紫出演了《小庄秘史》中的小宛如。当时她脸颊上浅浅的酒窝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而真正让她为大家所熟知的，还是12岁拍摄的《家有儿女》。采访中，杨紫的表现非常大胆，年龄也刚刚好，和张一山是兄妹搭档，导演当场就抓住了她。当时宋丹丹在剧中饰演母亲一角，而拍摄过《我爱我家》的宋丹丹可以说是情节剧的鼻祖。因为当时杨紫对拍戏还不太了解，所以在片场哭得那么厉害，是宋丹丹给了她很多教训，同时也给了她热情的鼓励。拍摄后半段，制片人杨伟光来到剧组探班，因为他和宋丹丹的关系很融洽，所以就问他剧组里小演员的表现。结果宋丹丹把制作人拉到房间里，低声说了些什么，而这一幕恰好被无意中路过的杨紫看到了。她很好奇，躲在门外偷听，但是因为声音太小，杨紫什么都没有听到。余下的一天，杨紫整个人都在恐慌中度过，生怕自己被炒鱿鱼。因为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她，认为她不适合演戏，就连对她很好的宋丹丹也劝她：“女儿，你还不够漂亮，不能当演员，回去好好学习吧。”回想起这一天，杨紫还记忆犹新。那天我一直在门外偷听，说完我也不敢看制作人的眼睛。最后我惊恐地活了下来，发现没有人把我赶走，
所以我松了一口气。其实当时拍戏的时候，妈妈也一直陪着杨紫。她之所以这么害怕被赶出去，是因为不想让妈妈失望。后来《家有儿女》播出后，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，剧中的几位主演宋丹丹、高亚麟、杨紫、张一山也大受欢迎。这时候，制片方迅速开始为续集做准备。一天，张一山给杨紫打电话说：“我们很快就会见面，我们父母已经同意拍续集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杨紫很高兴，因为没有换人。没想到刚进组，导演就在半夜突然敲响了杨紫的门：“对不起，你换人了，制片人的女儿来演你的角色，快走。”原来制片人想，抱别人的女儿就是抱，为什么不抱自己的女儿呢？就这样，杨紫和她妈妈被无情地踢出了剧组，母女俩哭着走开，也没有说情的余地，因为软弱无后台的杨紫可以对抗资本。第二天，剧组就宣布杨紫因为学业退出剧组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，杨紫也感受到了自己力量的渺小。于是，长大后的杨紫凭借《长沙之战》和《青云志》走红，开始为自己注册公司。她想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不想再经历那种痛苦。后来，随着《欢乐颂》《甜蜜如霜》等剧的热播，杨紫的演艺事业迎来了一个高峰。如今，不仅演艺事业蒸蒸日上，杨紫的公司也蒸蒸日上，实际控制的公司多达5家，甚至排名福布斯名人榜第26位。不得不说，平日里别看杨紫嘻嘻哈哈的性格却是那么的顽强。你越说我不能，我就越要向你证明。据说很多人没看过《家有儿女》的第3部和第4部，因为角色的变化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